Everybody, this is 魏志老师 and let's get started. 我们今天呢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 read aloud 的事情啊。那么我屏幕当中抛出来一个问题 ，So is read aloud really difficult? 真的是很难吗？那么我希望通过我接下来一些讲解，讲完之后大家能回答 ，Yeah, not so much, not so difficult, pretty easy, very easy, so easy， 好吧？好 ，Let's take a look. 首先呢，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啊，主要是针对于没有考过 PTE 或者还在纠结要不要考 PTE 的同学，什么是 read aloud？Read aloud 是整个口语考试整场 PTE 考试的第一道题，是吧？它的要求是这样，屏幕当中会给你一句话一段话，然后呢，先给你40秒钟的时间去准备，完了之后呢，给你40秒钟时间去回答。So in 40 seconds, okay, you must read this text out loud as naturally and clearly as possible, and you have 40 seconds to read aloud. 那么这有可能是40秒，有可能也是35秒，它是依据文本的长短来定的。OK， 那像我们屏幕当中出现的这个题目呢，就是最近考试出的一个真题了出一个真题。首先我来跟大家做一个示范跟大家来做一个示范，怎么样读，它就是很满分的答案高分满分答案。来看一下这个题目。So when countries assess their annual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they count up their cars and power stations. But bushfires are not included, presumably because they're deemed to be events beyond human control. In Australia, Victoria alone sees several hundred thousand hectares burned each year in both 2004 and the present summer. The figure has been over 1 million hectares. Alright, 就是这样给大家做一个示范你要像我这样读出来的话呢，考试的时候就是90分了就是满分其实就是100分。Alright， 那么我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提出几个 tricks 或者几个考试当中可以运用到的一些小技巧，帮助大家尽可能的简化这道题我们的目的呢就更可能高的去拿高分了，是吧？首先跟大家提一下，我刚刚说了，这个题在你开始朗读之前呢，会给你35秒或者40秒的时间去准备那么有的人呢会误以为这个准备时间就只能是默读，这个是不对的。准备时间是可以放声朗读的，你可以大声朗读，因为这个时候麦克风反正它是关闭的，是吧？它也不会把你的这个声音录进去。所以呢，我更鼓励大家在准备的时候就大声朗读，这样的话呢，会给你后面有一个更好的把握在你真正读的时候会有更好的把握，而且更有利于你抓出你这个对于这个题目当中的一些问题来所以我接下来讲的3个点、3个技巧呢，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内容所提出来的。也就是说，考试的时候不论35秒还是40秒准备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开这个出声朗读。那么在朗读当中、准备当中，注意我们以下的3个点 ，OK， 或者 step by step 3个技巧。Step 1， 第一个地方要注意的，在你朗读的时候呢，你要先看这一句话当中有哪一些意群我们要做一个意群划分。那么关于意群划分的东西呢，可能有的人在其他的这个技巧分享或者其他的这种课程当中有听过，是吧？关于 sense group那么什么是 sense group自己去 Google 我不想在这边讲太多不然的话我们今天时间没完没了了。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个意群找意群不是我们的终点，或者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是要通过意群做到有停顿也就是说通过停顿把意群能体现出来，是吧？一段文字我们一定不要读得像狼撵一样不得不停，这样是不行的。你在适当的地方呢，必须得有一些停顿，这样的分数才会高一点不管是主要是针对于这个流利度的分数主要针对流利度的分数千万不要读成什么样的，千万不要读成像是When countries assess their annual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they count up their cars and power stations, but bushfires are not included. 这样子是太快了，是吧？这样太快了。有的人听信谗言说 PTE 口语就一个字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这个是不行的这个是不行的，你必须得有停顿必须得有停顿。所以呢，我们停顿就是通过找意群了，是吧？那么我不想在这边说具体怎么去找意群，因为大家的这个能力不一样。找意群主要是其实跟你的基础息息相关的，它跟阅读的关联很大。那么我在这边要跟大家做一个一刀切的划分，就是告诉大家什么是 minimum standard， 最起码你应该做到怎么样子，就符合考试要求的，是吧？达到考试这个要求的最基本的一些意群划分的地方。那就是什么呢？关于我们要在标点符号的地方做出停顿，这个是最基本的，
是吧？英文呢管这个叫做 punctuation， 不管是逗号或者句号，哎，当你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你要有一个 pause， 也得有个停顿，是吧？那么这个是我们刚刚说的最低的标准了 ，minimum standard。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你有能力，注意去看一下句子的结构尤其是针对于一些长句子、从句定语从句、宾语从句你像我们这个题当中呢，它其实出现了一个叫做状语从句的地方。我其实不想跟大家讲太多的语法，有的人可能听到我说状语从句4个字就不想听我再继续往下讲了，是吧？但是呢，我还是要说因为状语从句在这里面实际上它是一个就是相对于长一点的句子，如果讲究一点，我们应该做出一个停顿。状语从句哪里呢？在这个 because 后面，它引导的叫做原因状语从句But bushfires are not included.Presumably because they're deemed to be events beyond human control. 这个 included 跟 presumably， 因为 presumably 可以跟后面连在一起了，可以有一个很短的停顿当然这个是如果你有能力，是吧？这针对于这个基础比较好的同学，如果你能看出来这个地方停一下会比较好。如果看不到那就拉倒。那最起码把这些标点符号的地方，像你 Australia、Victoria、Lawrence 这些地方有一个停顿就可以了，好吧？那我们的最起码的目标呢，就是通过一群有一些停顿这是 PTE 官方指明说出来的地方必须得有根据一群划分的这一些停顿。好了，那么 Step 1还是比较容易的，对吧？ Step 1有了之后要干嘛呢？在你的这个一群当中审视或者留意一下，要找叫做重读单词不是重读，重读 OK 重读单词。什么是重读单词呢？有人给它翻译，像我给它翻译叫做 focus words， 也有人叫 content words， 也有人叫什么 stress words， 其实意思都差不多。就是说在一个意群当中，比如说像我们这个第一句话这个小意群当中，有一些词是比较重要的就它比其他的词要重要一点，所以呢我们在读的时候，朗读的时候呢，你就要把那个重要的词给它体现出来，加重一下，是吧？那你可以去琢磨什么样的词是比较重要的，那肯定是the vocabularies or the words that carries important information or significant information, important meanings， 对吧？带有实际意义，带有比较重要意义这一些的单词，我们才要重读。你比如说像这个第一句当中 ，When countries assess their annual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这个 assess， 这评估这个单词，我们觉得它是谓语动词嘛，是吧？我们觉得把它重读出来就不错。或者是 when countries assess， 如果你强调一些 countries， 强调这个国家也是可能的所以我们说一般实词就什么名词、动词、形容词、复数词更有可能被你去重读出来不能重读的或者说不可能重读的就是什么像 when， 像 there， 像 of， 像 up， 像 in 这些我们说语法词我们是不能重读的，是吧？如果你把这些词重读出来，它会听起来非常滑稽，不像在听英文了，不像在读英文了，它是这样子。When countries assess their annual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they count up their cars and power stations. Right? That's weird. Right? 这个节奏就完全乱了。Right? 这个节奏乱的话，你知道语音识别一旦识别到，那你就惨了。所以一方面你要能找到重读的单词，另一方面呢，你要很准确的把它给区分开来不要一字一顿的去读，千万不要一字一顿我之后会录一个视频关于中文跟英文这个找节奏的地方节奏的这个一个区别，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你一定要把它读得像英文一样。When countries assess their annual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你像这个 assess 或者 annual 都可以给它重读一下。Alright， 当然也是了，因人而异。我们一个这个 sense group 一个意群当中呢，通常给个2、3个、3、4个这个重读单词就差不多了你像这个 assess annual carbon dioxide。然后下面就是 they count up their cars and power stations， right? Cars and power stations。如果你要画出来的话，感觉像一个小山丘一样，是吧？不是 their cars and power stations， 像 their 跟 and 我们要轻读，相对于重读来说是轻读嘛，是吧？所以第二个 step 2就是在区间当中找到一些重读的单词，把它又能体现出来。那我们这样去做的目的是什么 ？Step 1跟 Step 2。一个是停顿，一个要找重读单词实际上呢，它都是考试评分的这个框架，大框架，一个是发音，一个流利度，大框架当中这些很细节的得分点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些东西让电脑去识别到，你的发音跟流利度分数一定会往上走尤其是流利度但是如果你没有的话，那就比较惨了
啊。你像这个重读，如果重轻读分不出来的话呢，这个听着不像英文，那个流利度就会受损。好，那接下来 Step 3，在你这个马上 Step 3，基本上把 Step 1跟 Step 2做完，你的这个准备时间用的就差不多了啊。但是在你真正朗读之前，还要再做一个事情，就是把当中的难词给它练一练啊。So you want to have a practice of all these difficult vocabularies before you go， before you finally start， 是吧？在你真正开始之前呢，这些平时不常用的或者不认识的单词、生词、生难词。你都得在嘴巴里嚼过，是吧？嘴巴里这个来回的练一练。你像这个 carbon dioxide 二氧化碳，可能不是那么常见，是吧？生活当中说的并不是那么多，即便你认识，即便你会读啊，但还是有可能读错。我们一定要避免的状况是在真正朗读的时候，这些生难词不会有这种停顿啊！不要说读到你像这个 presumably 读到这个词的时候心里没底儿啊，真正开始朗读的时候 included because they are deemed， 你这样的话整个分数就会被拉下来了啊，很明显整个分数会被拉下来。电脑对于这个识别一抓一个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撞在枪口上，是吧？不要撞在枪口上。像这些生难词呢，在回答之前呢，都可以在嘴巴里来回反复重复几遍啊，即便是生词，即便是完全不会读的单词，你可以至少通过这个拼读方式给它想办法传出一个发音来，不管它对不对，是吧？比如说像这个 presumably， 有的人不会读 pre 读 pre，su 当然这个词有些特殊了，它应该发 zu 的音，是吧 zu 的音 presumably， 但是没关系，我们就说 presumably， 是吧？即便是你重音读错，你重音放在第一个上面 presumably， 你在开始，即便你完全不会读啊，在你开始朗读之前，嘴巴里来回反复几遍，确保你在读的时候，真正回答的时候不断。那我们说这个处理就是得当的因为我们说起码你这个地方发音的分数减一点没关系，但你流利度不要失分，内容上不要失分，是吧？如果你把它跳的这个单词彻底不读它，内容上一定会扣分，读到它断这么一下，流利度肯定会扣分，都不好，是吧？所以我们就是说遇到困难了，想办法去解决一下它。Alright， 这是我们的 1, 2, 3 step 3个 step 的这个练习方式啊，都是建立在我们大声朗读的基础之上。那么最后呢，我还是要有几个强调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强调幻灯片没写，大家如果想做笔记的话，自己做一下啊。关于这个 Read Aloud 当中有一些发音跟节奏当中需要注意的事情。发音当中有3个点Number 1， 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关于得分上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个点啊，叫做音准音准。什么意思呢？这个主要是针对刚刚这些难单词而提出来的。音准就是你把这些单词，不管你认不认识，尽量的给它读准了，音发清了，是吧？现在的 PTE 考试呢有这样一个趋势，大家应该也知道，如果你的发音不好的话，或者发音有一些问题的话呢，是很容易被 PTE 的这个语音识别给抓出来的，是吧？那么你可想而知，如果一篇文章，你像这样的一个很短的小短文啊，你像这里面只有3、4、5、6、7个单词，如果你都读错的话，一个篇幅这么长的小短文，你有7个单词都读错了，发音都是错的，那你这个考试，你口语的发音基本上也就跪了啊！我不是说因为这一道题啊，我们就说就这一道题而言，你的发音分数基本上也就是清零了啊，可以这样去说，就是扣得很快，是吧？所以我们说最基本，当然有的人说，我这个生词太多了，是吧？生词太多的话，那是你的基础不好，得去背单词。如果你是发音不准的话，你做一个纠音，是吧？最起码我们说得把音发准了，发清晰。一个是 accurate 音一定要发得非常的准确。另外一个 enunciate your pronunciation， 把声音的发清楚清晰。然后呢，第二个点关于连读跟施暴这也是发音当中所要求的发音的第二个点什么是连读跟施暴呢？它其实是读英语的时候，尤其是 native speaker 在说话的时候呢，一些发音特点就是连读你比如说像这个 because they're deemed to be events， 你发现这个 deemed 我没有把这个的发得很明显，是吧？我没有说 because they're deemed to be events， 是吧？我没有这样去说话，而这个 ed 呢几乎给它省略掉，不是完全省，几乎省略掉，叫做 they are deemed to be events beyond human control。不要给它完全读出来，不要像我刚刚读成 they are deemed to be， 这样其实是不符合它那个 native speaker 发音的
啊。那么这样的情况呢，我们说在现在的考试当中，如果你做到的话呢，发音的分数会往上走啊，就是尤其是发的很准啊，连读实报都做出来了，分数会往上走。然后第三个重要的地方呢，发音重要的点就关于音节啊，我之后会录一个视频，主要跟大家去讲单词当中的音节怎么去读啊。有的人呢，我们还拿这个词举例 ，presumably， 它是 presumably 4个音节的单词，对吧？4个音节它有一个重读的，叫这个第二个 su presumably 是吧 ？presumably。那么你在读的时候呢，不要像读中文一样把4个音节都给它强调了。是吧？不要把它读得很开，有的人就读的 presumably， 是吧？就感觉在4个音节1、2、3、4读的都很清晰，读的都很这种字正腔圆，这个就坏了。这个对发音呢也是一个影响啊，也是一个影响，是吧？所以在这种长难单词的时候，处理一定要注意，这是发音。然后呢，对于节奏，其实你知道，一个是发音，本来是一个流利度，为什么这地方说节奏呢？因为流利度是一个特别misleading 啊，对大家来说有的时候是非常有误解的一个概念啊。因为流利度 PTE 考试当中口语流利度不光光说是不停顿啊，不停顿、不重复、不犹豫这么简单，它更多的时候呢，像我刚刚说的关于节奏，你的重音跟重读跟轻读啊，请大家注意，一定不要说看到 RA 就上去读，因为这样很有可能你会把中文说话的习惯应用上来，读成这种铿锵有力、一字一顿的。读成接下来这样子，叫做 When countries assess their annual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they count up their cars and power stations, but bushfires are not included, presumably because they are deemed to be events beyond human control. 我能理解有的同学啊，像我自己的学生，有的人他觉得自己读得很用功，很努力，是吧？看这个词一字一句，我都给他读出来了，但是读出来的感觉就是很 off 啊，就是很奇怪，是吧？就是 something is off。那么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没有掌握英文的节奏感，没有掌握，是吧？那么如果你把我刚刚说这些问题啊，这个要注意的点以及这个 steps 1 to 3都做到位了以后呢，我相信对于 read aloud 这个题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啊。所以今天的分享就跟大家到这里啊 ，That's all I have to say today. And if you have more questions, and if you're looking into 我用中文说吧。如果你想看更多的考试技巧或者高分的秘籍，或者是想来跟我上课的话，不要犹豫，现在开始可以扫码啊。We have courses, we have PTE prep courses available all the time. Okay. All right, that's all for today. Stay tuned. 我之后呢会发更多的视频关于发音上，就关于节奏，关于音准。All right, so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